老祖，您真的要传位于婉意吗？婉意虽才20岁，但她的修为早已在我之上。你真仙之境只差一步，玄门传位于她，我才能安心。什么？真仙之境？婉意，我大限将至，顿悟天道，你迟迟不能突破，乃是你3魂7魄少了2魄，一魄在你樊台母家，一魄在江城傅家。只有找回这2魄，体会凡人之气，你才能突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拜见新老祖。既然天命如此，那我便亲自去秦家走一趟吧。这就是咱们秦家自小流落在外的真千金啊，长得跟老爷夫人这是一点都不像。就算像又有什么用？咱婉宁小姐才是秦家的掌上明珠，要不是婉宁小姐不想嫁给那个植物人，夫人和老爷怎么可能接她回家？都给我把嘴闭上！主家的事儿也是你们能议论的吗？去。小姐，老爷和夫人一早就在等您了，我这就带您进去。为何正门不走，要走偏门？啊，今天正门坏了，少爷吩咐让我带您从侧门进去。不准走，我偏走。妈妈，姐姐才是你们的孩子，我只是你们包养的。要是她回来，你们会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喜欢我了？怎么会呢？妈妈养育你这么多年，20年的感情是无法替代的。爸爸妈妈肯定更疼你，要不然为什么会让婉意回来替你家？就是婉宁，别担心，就算那个乡下野丫头回来了，你也是我们秦家唯一的小公主。放心吧，哥就是怕她拎不清，特地安排她走侧门，不让她走正门，给她一个下马威，让她知道，就算什么情况？地震了，快躲起来！等等，地震不可能只震一次，这声音是从外面传过来的。难道是那个乡下野丫头闹出来的？我去看看。乡下来的野丫头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不就是没让你走正门吗？你竟然把我秦家的大门给拆了！刚回来就不消停，让我好好教训你一下！谁敢暗算我？就算我刚回秦家，你也不必行如此大礼吧？你放屁！我怎么可能跪你？既然哥哥这么客气，那这跪拜之礼我便收下了。臭丫头，你给我站住！少爷，你没事吧？你是吃干饭的吗？就这么看着他把门给拆了？少爷，门不是小姐拆的。那1000斤重的黄花梨木门，还能是自己倒的不成？少爷，可他刚刚就是自己倒的。你说什么？门是自己倒的？我故意刁难他走偏门，正门就倒了。我刚刚又准备教训他，我的腿就莫名受了伤。这野丫头该不会是什么旁门左道的妖法吧？不可能，都什么年代了，哪还有什么怪力乱神？8成是那个臭丫头在装神弄鬼。她回来了，你就不用讲了。你们叫我回来的原因，就是为了替你们的养女嫁给那个她不想嫁的植物人吧？
姐姐，傅家可是百年世家，让你去替嫁，是因为爸爸妈妈觉得亏欠你，想让你去享福的。你怎么能这么想爸爸妈妈呢？这福气原本是你的，你怎么不要？妈，他要是不想嫁，就得我自己去了。这怎么行？你从小被我们娇生惯养的，哪干得了伺候别人的活？他一个领养的吃不了，我就吃得了了，就是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乡下吗？妈不是这个意思，妈只是……婉意啊，就算是嫁过去伺候傅少爷，也伺候不了多久。傅家已经传出消息，说傅少爷最多只能撑过1个星期。只要你愿意嫁，爸爸愿意给你贴1个亿的嫁妆。1个亿就想打发我替嫁？你想要多少？10个亿。只要你能替婉宁嫁过去，10个亿就10个亿。我要100亿。什么？100亿？姐姐，就算你气我，替你在秦家生活这么多年，你也不能这么报复爸妈呀！你才刚一回来，就找爸爸要100亿吗？秦婉意，你在那乡下别说100亿，1个亿你打工几辈子都赚不到，别不识好歹！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100个亿，那可是我们秦家1半的家产。婉意，你也太不懂事了。走了99999步山路，终于到了。只要玄门能为我陆家指点几句，我陆家愿意献上上千亿股份呐！多少人为求见我一面，不惜耗尽1000亿家财，我只要100亿，很多吗？你以为你是什么大人物，还花1000亿见你？爸妈，我看他就是在乡下把脑袋给呆傻了。不舍得，那当我没说。这傅家就让你们的宝贝女儿自己去嫁吧。妈，这怎么办呀？他要是不去，就得我自己去了。傅家我们得罪不起啊！好，100亿就100亿。傅家是百年世家，最注重国学礼仪。今天下午我便请国学老师来教导你，你好好准备，下个星期就嫁到傅家。带我去房间吧。是。人生3大幸事：升官发财、死老公。这福气既然你想不了，那我便替你想。爸，你真的要给他100亿吗？怎么可能呢？爸的钱以后是留给你和盛明的，到时候准备些嫁妆，让她先嫁到傅家。至于这钱以后给不给，由不得他。其他客房都给婉宁小姐堆放东西了，现在秦家就只剩这1间客房了。那间呢？那间，姐姐，那间是我的。本来你回来，我是打算把那间房间让给你的，可是爸爸妈妈说我从小就有幽闭恐惧症，住不了小房间，所以就只能委屈你了。让？我是秦家的亲生女儿，秦家的东西本该都是我的，还轮得到你让？我就住那间了。哼！齐婉意，你这个……姐姐，我知道你记恨我，霸占你千金生活那么多年，你想住这间房，你住便是了。你为什么还要打我呀？婉宁，你没事吧？这个乡下丫头，简直就是无法无天。秦婉意，你抢了婉宁的房间，还动手打人，赶紧给我出来，给婉宁道歉。秦婉意，哥哥，要不算了吧，姐姐她也不是故意的。你说我打你，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打。婉宁，秦婉意，你太过分了，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打就打了，还要看日子，
还是说刚刚的教训没挨够？哥哥也想被我来一下。哥哥可是出了名的暴脾气，他从小最疼我。这个贱人竟然敢真的打我，他死定了！婉宁，反正她过几天就嫁到傅家去了，就让她住几天，她也住不了多久啊。哥，可是他刚刚打我。婉宁，她就是一个乡下泼妇，咱不跟她计较。哥，给你找个更好的房间去。贱人，给我等着！走吧。我就说秦家再怎么偏心眼，也不可能这么偏心疼爱一个杨月。原来是你偷走了我的一缕魂魄。婉宁，哥，我浑身好痛，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停的扎一样痛。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只是收回了我自己的东西。贱人，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婉宁，哥，我好难受，感觉浑身的力气好像都被抽走了。婉宁，你听到了吗？那个贱人承认了，是他干的。喂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婉宁，我国外的项目出了点事，我得赶紧过去一趟。这个秦婉意不简单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千万不要招惹她，知道吗？贱人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什么？居然换了一个从乡下回来的丫头替嫁？他们这是知道燕晨快不行了，诚心折入我们傅家。马上备车！我要去秦家要个说法。难怪秦家人说你从乡下接回来的，不懂礼数，让我们有必要时可以请戒尺。没想到你竟如此顽固不灵，秦小姐，把手伸出来吧。你那点道行，我3岁时便已经超过了，为何还要跟你学？放肆！秦小姐眼界低，口气倒不小，竟然说3岁便已超过我，那便让我看看你的造诣。那我今天便让老师开一眼。这么快就画完了，我都要看看你这画的什么鬼。这就是百鸟朝凤图，还有这落款笔锋灵动，笔力雄厚，甚至比起清代名画家沈泉又过之无不及呀！天哪，我何德何能，有生之年还能欣赏到这么好的佳作？哎呀，到底是乡下来的，让赵老把戒尺都请出来不说，还气得手都抖成这样。姐姐啊，傅家人来了，爸妈叫你下去呢。赵老，您别生气，我姐姐自幼粗鄙惯了，自然有些难以管教。您可以把她写的这些东西拿下去给我爸妈看看，正好傅老夫人也在，到时候啊，爸爸妈妈一定会替你管教姐姐的。傅老夫人可是国学大儒，最看不上粗鄙没有文化的人。等会儿就让你在老夫人面前好好出丑，我看你去了傅家还有什么好日子过。秦小姐的才华放眼整个大夏无人匹敌，秦家的态度还怕不知道自己家里有真风？不对，这么绝佳的画作我不能自己欣赏，还得拿下去让老夫人亲自长眼。傅老夫人，不是我不想嫁，是姐姐眼见我遇到这么好的婚事，非说自己能照顾好傅少爷，死活都要嫁过去啊！放肆！难道我们傅家请不起佣人吗？傅老夫人，您息怒，婉叶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这么多年我们亏欠她太多，她如今想嫁，我们做父母的怎能忍心拒绝？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你怎么了？老夫人，她现在已经病入膏肓，
只剩最后一口气。你们现在若是动他，无异于是催他去死。姐姐，就算傅老夫人不满意你，你也不能这样咒她呀。婉意，你闭嘴！你赶紧回楼上去。傅老夫人翻白眼了，快叫救护车！此番下山就是为了收回2魄，还有1魄在傅家。倘若老夫人命绝于此，恐怕很难有机会再进傅家。算了。老夫人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们家的女儿学过医吗？我姐姐自小在乡下长大，连书都没读过几本，怎么可能学过医啊？你这个逆女，还不赶紧住手！傅老夫人吐血了！姐姐，就算你想显摆，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呀！傅老夫人要是真出什么事情，可是会连累整个秦家的。陈管家，这个逆女昨天她是自己回来的，我们是看在过去亏欠的份上才答应替嫁，可今日这事儿不关我们秦家的事儿啊！是啊，我已经命人叫救护车了，马上就来了。贱人，竟然敢打我！今天你治死了傅老夫人，傅家绝对会让你偿命的。你完了！你们秦家这是欺负我傅家没人吧？来人，立马把这个野丫头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！秦静海，看看你的好女儿！你这个逆女，还不赶紧跪下来向傅家磕头道歉！姐姐，你现在还没进傅家，就已经惹出这么大的篓子，你还是快点给傅老夫人赔礼道歉吧。我救了傅老夫人，理应是你们傅家与我磕头道谢才对。我与你们讲道理，你们若是黑白不辨，那我也略懂一些拳脚。你这个逆女！秦婉意啊，秦婉意，这一次你是真要把自己给作死！我这是怎么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老夫人，你醒了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奇怪，我这陈年胸闷的胸口不闷了不说，感觉这身体还轻盈了不少。就连顶尖专家都说，老夫人的身子已经油尽灯枯，可这丫头只扎了这么几针，就让老夫人脸色都红润了。难道这秦家的真千金真会医术？傅老夫人，你真的没事了？我说没事儿，还能有假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刚刚昏迷的时候发生了什么？说来惭愧，刚刚您晕倒，我们正准备送您去医院。小女说她略懂医术，所以给您施了针。我们正责怪她胡闹呢，没想到还真有奇效啊！你是说，刚刚是这找回来的丫头救了我？正是小女。秦小姐自幼生活在乡下，竟还懂医术，略懂一二。这丫头自打我进门，便一直不卑不亢，治好了我也不贪功。这样看，这位真千金不论样貌还是德行，都在抱养的那位之上。换她替嫁，似乎也不为一桩美差。既然是秦小姐救了我，与我们傅家也是有恩。今日是我们傅家唐突了，我们同意替嫁。作为补偿，我们傅家愿意出10%的股份。另外，这个传家玉镯作为聘礼。什么？10%的股份？傅家1%的股份就相当于100亿资产。现在傅家要拿10%作为婚礼的聘礼。早就听闻傅家的传家手镯是帝王绿中的极品，傅家愿意拿这个作为聘礼，更拿出价值1000亿的股份。1000亿，至尊帝王绿，这些本该都是属于我的。赵老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手上拿的是姐姐的画作吗？赵老，您是来教秦大小姐国学的？对。傅老夫人，爸爸知道咱们傅家最注重文化底蕴，特意请赵老来教姐姐画作。秦婉意，就算你治好了傅老夫人又如何？傅老夫人最讨厌粗鄙之人，傅家的手镯和股份都应该是我的。赵老，傅老夫人也是大夏国顶尖的国学大儒，要不你快把姐姐的画拿出来，让傅老夫人指点一二。婉宁，家丑不可外扬，你姐姐她从小就生活在乡下，根本不懂国学，怎么能拿她的镯子脏了傅老夫人的眼？你怎么知道
我就不懂国学。万一你刚才救老夫人已经瞎猫碰见死耗子了，别在老夫人面前班门弄斧了。爸爸妈妈，既然姐姐这么说，说明姐姐一定是很有自信的。不如就让傅老夫人帮姐姐长长眼吧。闭嘴！傅老夫人，权女任性，让你见笑了。既然婚事傅家没有任何意义，那不如我们先送你回去吧。看来这真千金都不如抱养的受待见。不过只要她这一身医术能医好燕晨，那我也愿意如亲生孙女般待她。也罢，我也累了，今日便先回去了。赵老，你说这是秦大小姐画的？是。姐姐，我不是故意让你在傅老夫人面前出丑的，我现在就帮你把它收了。给我让开！这可是堪比真迹的百鸟朝凤图，你要是损坏了，10个你都赔不起。傅老夫人，你是不是眼花了？不，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是真的。这样的话，怎么可能会出自秦婉意这个乡下土包子之手？婉意，这真的是你亲手画的？不行，说什么都不能让他再得到傅老夫人的青睐。姐姐，秦家大小姐的身份我都已经让给你了，傅家少奶奶的身份我也给你了，可是你不能再偷我的话呀。你说这话是我抢了你的？你说这话是我抢了你的？婉宁，这真是你画的？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姐姐最喜欢抢我东西了。自从她来了这个家，我的房间还有我的婚事全都被她抢走了，现在她还要抢我的画。我要是不指证，那不就变成我们秦家联合起来骗傅老夫人吗？秦大小姐，二小姐说的可是真的？我们傅家可不容鸡鸣狗盗之徒，我要听实话。荒唐！这话乃是我亲自看见秦大小姐所做。赵老，姐姐是给了你多少好处？你这么维护她，你这不是在帮她，你是在害她。胡闹！我赵振海一生光明磊落，在文坛谁不知道我赵振海从来不会为金钱所惑，怎么可能受人好处就将黑说成白？婉宁，这到底是不是你画的？爸，从小到大你看着我长大，我苦学国画这么多年，你都看在眼里啊。我就知道姐姐无论怎么粗鄙也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你们说是她画的，那就是她画的吧。今天我就在这里自己割腕，从此以后再也不作画。婉宁，婉宁，我怎么生出你这个逆女？自从你一回来，什么都跟你妹妹争不说，现在还废了你妹妹的手。你现在给我滚！秦家没有你这个女儿。秦婉意，我对自己都能这么狠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我的手已经毁了，就算到时候他们要求证，也再无从求证。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秦大小姐怕是被别人拆穿，准备收拾东西离开秦家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秦家的小姐以后就只有我一个了，傅家的传家轴和股份也都将是我的。他这是……你要干什么？他这是……你要干什么？你不是说我偷了你的画吗？那我现在就让大家看看，我秦婉意到底需不需要偷。哎呀，真没想到我赵振海有机会再见秦大小姐，亲自执笔。秦大小姐，老夫为你研墨。秦婉意，老夫人在此，岂能由你在这丢人现眼？给我站住！笔势雄奇，姿态横盛，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。秦大小姐这落笔，若是粗鄙之徒，那我这多年的国学造诣，岂不是刚刚入门？秦大小姐这笔力，造诣确实不凡，可她没有画眼睛就结束，怕是造诣还不到家，知道自己画不出龙的神韵，故意不点睛。傅老夫人，那婉意的龙对比婉宁的凤，谁更胜一筹啊？两幅画的画工
讲道理不分伯仲，但若论形态神韵，自然是凤凰更胜一筹。落笔再好，也不过是花架子罢了。画龙连眼睛都不敢画，岂不是知道自己造诣不到家啊？婉意不如婉宁，就是不如婉宁，你竟敢还在傅老夫人面前班门弄斧，还不赶紧的给傅老夫人赔罪！秦婉意啊，秦婉意，你竟然为了自证去画龙，谁不知道画皮画骨难画虎？姐姐啊，你说这百鸟朝凤图是你的，那就是你的呗，我又不跟你抢，你何必非要在这里画蛇添足呢？是吗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所以现在你还敢说我偷了你的画吗？我的好妹妹，你想干什么？赵老，偷东西的人一般该是怎么样的下场？若是在古代，盗窃都应该受到断手之刑。秦二小姐应该感激你生到了现代。断手之刑？你要废了我的手！妈妈，救救我！姐姐她一定是你们太宠我了，所以她想废了我的手。婉意，你已经抢走了你妹妹的婚事，就别再欺负她了。你确定是我抢走了她的婚事吗？够了，婉宁是不会骗我们的。就算你国画造诣高深又能怎么样？自从你一回到秦家，秦家就不得安宁。现在你都要当着傅家人的面，还要废了你妹妹的手。你现在就是诚心让外人看我们秦家的笑话。哼，所以哪怕是把事实摆在眼前，你们都宁愿相信一个养女，也不相信我这个亲生女儿说的话。婉意，你要干什么？秦婉意，就算那幅画是你画的又如何？只要我流2滴眼泪，爸爸妈妈就会无条件信任我。啊！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开婉宁！你们不是说无法证明吗？现在我治好了他的手，妹妹，这下没有借口了吧？倒也不用画别的，就还原这幅百鸟朝凤图，画吧。怎么了，妹妹？是不敢画，还是画不出？你胡说！这幅画明明就是我画的。秦小姐这贼喊捉贼的本事，今日倒是让老身开了眼了。妈妈，姐姐不知道用了什么障眼法，我这伤虽然愈合了，但是它比之前更疼了。够了，婉宁怎么说也是你妹妹，你又何必这样欺负她？我相信婉宁是不会骗我们的。所以妈妈的意思是，一个养女，不管说什么，你们都相信她，哪怕把事实摆在眼前，你们也不相信我这个亲生女儿说的话。婉意，妈不是这个意思。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态度已经很明确了。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，不管说什么，你们都相信。既然如此，这秦家大小姐，我也不想当了。婉意，好的。哎呀，秦婉意，走吧，快走！只要你走了，秦家千金的身份就只能是我的，傅家儿媳妇儿也只能是我。婉宁，哪里痛？是骨头里面痛吗？为什么我的心口会觉得这么酸涩？难道这就是师父说的凡人之情吗？秦小姐，且慢！秦家人不信，但老身却相信秦小姐。既然秦家人有眼无珠，不如跟我回傅家。你是傅家的少奶奶，谁都不能欺负你。什么？不行，我不同意！站住！老夫人素来不喜陌生人接近。跟傅家定下婚约的是秦家，姐姐她已经不认爸妈了，怎么还能做你们傅家的孙媳呢？我们傅家已经是江城第1豪门，娶孙媳妇难道还要看家世？
我相中婉意，哪怕是她无父无母，是个乞丐，到了傅家，也是需要人人尊敬的少奶奶。婉宁，不许顶撞傅老夫人！傅老夫人，让您见笑了。刚刚全女士开了一个玩笑，那婉意就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那我哪有把她轰出家门的道理啊？倘若你把她当成亲生女儿，又怎么能只信养女而不信她？像婉意这么优秀的女孩，你们秦家不珍惜，我们傅家珍惜。老陈，还不请秦大小姐上车？是。秦小姐，明天就是原定的婚礼日程了，你若不嫌弃，不如今晚去我们傅家落榻吧。没有想到，只是一念之缘的傅家对我都能如此，可我的血脉亲人却只会偏帮一个养女。反正秦家的姨婆我也收回来了，确实也该去傅家看看。好。婉宁，你不是手疼吗？不能用力呀！哎呀，别碰我！妈，婉宁怎么会有这样的眼神？难道真的是我们看错了人？刚刚也误会了婉意吗？该死的老东西！妈妈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推你的。但是姐姐太优秀了，太优秀的让我害怕傅老夫人喜欢她不喜欢我，到时候我怕爸爸妈妈也只喜欢她不喜欢我了。对不起。一定是我多想了。婉宁从小最乖巧，她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心机？怎么会呢？你是妈妈用心教养了20年的花朵，妈妈怎么会不喜欢你呢？你别多想了，妈带你去念慈堂看看，你的手到底有事没有？秦婉意，傅家的股份和少奶奶的位置只能是我的，绝不可能让你顺利加入傅家。来，就在这里。秦小姐，这位就是燕尘少爷，也是你明日即将嫁给的丈夫。医生说少爷的寿命只剩下7天了，我看您医术了得，您能不能……秦小姐，老身知你绝非凡人，你若能救醒我孙儿，我们傅家今后以你为尊。傅老夫人不必行如此大礼。他这根本不是病入膏肓，而是被人下了毒。下毒？燕尘是我们傅家唯一继承人，谁胆大包天，敢给他下毒？这不是让我们傅家绝后吗？老夫人，您别急，秦小姐既然看出少爷是中毒，肯定就会有解决的方法。他这毒素已经深入骨髓，绝非1、2日能形成。那这还有救吗？我开一服药给他服下，明日便会醒来。但若想彻底清除毒素，还需1个月。我这就去拿笔墨来。不必了，这药分量差1丝1毫都会致命，我亲自去抓。快备车送秦小姐去医馆！哦不，直接去念慈堂。我这就给冯老打电话，让他拿最上等的药材给秦小姐。冯老先生，我女儿手没事吧？以后还能画画和弹古筝吗？伤口不深，按时换药，10日之内便可痊愈。秦夫人尽管放心吧。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婉宁，爸爸妈妈为了培养你付出多大的代价？你的手是用来画画和弹古筝的，以后千万不要再做傻事了。知道了，妈妈。走吧。好，慢走啊。开车。那不是傅家的管事陈叔吗？傅老夫人也来念慈堂看病了。那死老头眼高于顶，每次对我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他竟然对秦婉意那个贱人那么卑躬屈膝。不过他们来这里干什么？婉宁，你要去哪儿？妈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下午还约了和小姐妹逛街，你和司机先回去吧。啊，开车。
秦小姐是为了来给傅少爷配药是吧？傅老夫人交代了，我们店里所有的珍品，你都可以随便挑。什么？这贱人竟然要给傅少爷治病？不行，万一他真有两下子，真治醒了傅少，那傅家少奶奶的位置就非他莫属了。我绝对不能让他得逞。姐姐啊，你救醒傅老夫人，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烧高香了，怎么还要给傅少配药治病？这要是真治出什么问题，可怎么办呀？看来是我在秦家没有废了你的双手，你骨头痒，想送上门来让我废了。秦婉意，你少得意！你现在这样，不过就是傅老夫人给你撑腰嘛。要是真治出什么问题，你就死定了。你就这么盼着我死啊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放心，我现在不会动你，我会让你看着我成为傅家的少奶奶，拥有傅家的股份，在江城呼风唤雨。而你这个偷我身份又偷我画的小偷，我会让你把偷我的一切通通还回来，一无所有。废物就是废物，比又比不了，打又打不过，还非往我跟前凑。秦小姐，您没事吧？滚开！秦婉意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明天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。小旭，我妈妈之前生病，冯老给她开了一些药，我记得冯老之前说过，这些药不能过量服用，否则就会中毒，对不对？秦小姐，燕晨喝完了这药，明天真的就会醒来。你们先出去吧。好。我原以为傅家是普通豪门，没想到竟然还和玄门中人有纠葛。这暗害之人不仅给傅彦辰下了慢性毒，竟然还用上了噬魂钉。也罢，既然你奶奶待我不错，那我便救你一命。老夫人，秦小姐说少爷是被人下了毒，可咱们傅家在江城是顶一流的世家，怎么还会有人敢害少爷呢？傅家一共分为两脉，这明面上的生意都由大房打理，这地底下的生意都交给了二房。可现在老爷子和程浩都不在了，若是燕晨再出事还无后，那咱明脉的产业……所以您的意思是说二房害了少爷？这奇怪了，这大晴天的怎么突然打雷了？妈，明天就是堂哥的婚礼了。那短命鬼就剩6天寿命了，那大房居然还想着用婚配给他冲喜啊！殊不知，他早就被咱请人种下了噬魂钉。天师可说了，那5颗钉子一旦种下，神仙来了也难救。等那短命鬼一死，整个傅家就都是咱们的了。你小时候，算命的就说你以后必然有大出息，这吞并了大房，放眼整个江城，再放眼整个大夏，咱们都是1等1的世家了。哎，那短命鬼都结婚了，你这什么时候能把儿媳妇给我带回来呀？这偌大的世家，以后谁来继承啊？哎，不行，我得赶紧给你物色物色相亲对象。妈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真的？哪家的姑娘呀？妈这就安排提亲去。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就是在一场宴会上碰到的。
但是我有预感，我一定很快就能见到他。上面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？他刚打电话回来说国外有事，耽搁2天。不回来就不回来吧。婉宁人呢？婉宁，婉宁，你脸怎么了？昨天我遇到姐姐正在给傅少抓药，我就劝她说不要乱给傅少治病，如果出了事，连累的可是咱们整个秦家。可是她非但不听，还打了我一巴掌。什么？他是不是疯了？多少国内知名专家说傅彦辰只剩下6天时间了，他竟然还去给傅彦辰开药，他是想害死我们整个秦家吗？不行，今天我们必须去阻止他。走，现在就去傅家，走。恭喜了傅老夫人！同喜同喜！前几日听闻傅老夫人身体有恙，今日见老夫人满面红光，哪像什么有恙啊？果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！听闻新娘子呀是秦家刚找回来的千金，能入老夫人的法眼，想必定然不凡。秦婉意小姐确实绝非凡人。哼，一个乡下回来的丫头，有什么不凡？等会儿你就会知道，我才是傅家少奶奶的最佳人选。秦小姐，少爷今天真的会醒吗？这副药喝下去，他就会醒了。太好了，秦小姐，你简直就是我们傅家的福星啊！我现在就去把少爷的喜服拿过来。倘若少爷待会儿醒了，我一会儿给少爷换上。住手！逆女，要干什么？秦先生有何贵干？放肆！有你这么跟自己亲妈说话的吗？在乡下待了这么多年，果真没有人教你规矩吗？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与秦家再无瓜葛，有没有规矩也与秦家无关。我现在要给傅少爷喂药，请你们出去。嘿，你给我住手！你知不知道傅少爷没有几天的活头了？你要给他治出个好歹，到时候连累的是我们整个秦家。你给我出去，去给傅老夫人赔罪。就说你治不了傅少爷，走，现在就为傅老太太赔礼道歉。秦景涵，你干什么？我听闻小女她不知天高地厚，她还要给傅少爷开药治病，万一给傅少爷治出个好歹，所以我要带她去给傅老夫人赔罪。我们相信秦小姐给少爷治病，我们愿意。反倒是秦总，没记错的话，昨天婉意小姐已经说了，跟秦家没有任何关系。今天小姐都与我们少爷成亲了，就是我们傅家的人，我们傅家的少奶奶轮不到你们秦家管。陈管家，婉意再怎么说也是我们秦家的血脉，哪有拌几句嘴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认的道理啊？傅少爷嘴唇发青，突然吐血了。秦小姐，秦小姐，快看看少爷怎么了？怎么会吐这么多血呀？你死定了！老夫人不好了，少爷吐血了！啊？什么？傅老夫人，事到如今，我不得不说了，我要告发秦婉意，她心思歹毒，故意给傅少爷下药。婉宁，婉意是你姐姐，没有证据的事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污蔑婉意？我真的没有胡说，我昨天亲耳听到姐姐说要给傅少爷下药，这样的话，以后傅家的万贯家财就都是他的了。我本来不想把事情闹大的，还劝阻了他，可是他非但不听，还给了我一巴掌。秦小姐，她说的是真的吗？如果我说是被污蔑的，老夫人相信吗？死老太婆，傅彦辰都这样了，她竟然还犹豫信不信秦婉意？可是傅少都中毒了，难道这还不算证据吗？况且今天冯老也在这里，姐姐到底有没有下药？冯老一看便知。傅少爷中毒很深，恐怕撑不过半个时辰。老夫人节哀吧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
齐婉意，你这次真的太过分了。本来傅少爷就没有多少活头了，你还直接在这大喜的日子给他下毒，这要是给傅老夫人气出个好歹，可怎么办呀？还不赶紧跪下给傅家人道歉！你这个逆女，我没想到你这么歹毒，我们秦家没有你这个女儿！来人！秦婉意，你斗不过我的，你还是在这里乖乖等着傅家的怒火吧。这傅家少奶奶的位置，还有这万贯家财，只能是属于我的。秦婉宁，我记得我说过，我这辈子最讨厌别人觊觎我的东西。傅衍辰既然已经和我订了婚，那就是我的人，敢动我的人，你找死！秦婉意，你害死了傅少爷，你要掐死你妹妹吗？你瞒到这干什么？赶紧救人呐！这怎么回事呀？怎么了这？啊，少爷又吐血了！我的孙儿，你可是傅家独苗啊！你要是走了，你让奶奶我怎么办？你让傅家怎么办呢？秦婉意，你给他下毒还不够，还想直接害死他吗？秦小姐，我们这么信任你，愿意奉上半成家业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啊？毒不是我下的，他现在已经毒气攻心，只有我能救他。但若再晚半分钟，神仙来了也难救。老夫人，你不要相信他，他只是个从乡下来的野丫头，根本不懂什么医术，哪里懂那么大的神通？上次救你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运气好而已。我不妨告诉你，他根本不懂医术，不信你问我爸妈。是啊，傅老夫人，秦婉意自小被一个道士收养，她才20多岁，她怎么可能有那么高的医术呢？冯老可是咱江城最有名的中医，冯老都说了，他活不过半个时辰。你要让他再胡来的话，傅少爷恐怕……不行，再耽搁半分钟，他就真没救。不行，这贱人要真有什么本事，我就功亏一篑了，绝对不能让他失真。姐姐，早在2年前，我就已经对燕尘哥哥一见倾心。你抢了我的婚约，我不怪你。可是你要伤害我心爱之人，绝不可能。你今天要是动燕尘哥哥，除非你先杀了我。滚开！糟糕，傅少爷已经断气了。妈，你看，就是他害死了燕尘哥哥。住嘴！婉宁，你想害死婉意吗？这该死的老女人，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到头来这种时候竟然帮着齐婉意那个贱人。住嘴！婉宁，你想害死婉意吗？够了！燕尘都走了，难道你们让他走的时候不安宁吗？老陈，请他们都出去！走吧。哎呀，走吧，请吧。婉意，妈，你出去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婉意自打5岁走丢之后，我就再没对她尽过一天母亲的责任。可她到底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遭受傅家的怒火。秦小姐，请吧。秦小姐，老夫人现在伤心欲绝，还来不及追究你毒害我们少爷，但你不要以为这样惺惺作态就可以逃避傅家的追责。想要傅延辰活命，就赶紧给我闭嘴，关门出去！意思是说，我家少爷还有救？可您刚刚不是亲口说，我们少爷这样神仙也救不了吗？我确实说神仙都难救，但并不是不能救。秦小姐，你说我孙儿他还能有救？我刚刚已经用玄门13针封住他最后一次心脉。玄门，秦小姐竟是玄门中人。但若是你们还在这里打扰我，傅延辰就真要去地府报道了。老夫人，好，我们赶快出去。
让秦小姐专心施法。夫家为百年豪门，分明暗两道，这都拜玄门赐予。以后遇到玄门弟子，务必以礼待之。老爷，我相信。幸好我的一缕魂魄在你身上，在你断气的时候护住了你最后的一丝心爱，否则还真没这么容易能救回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灵气都跟疯了一样往山下涌去。婉意师妹，不是门主，门主突破了！什么？那门主岂不是已经踏入了真仙之境？快通知所有弟子，立刻随我下山迎门主归山。是。什么？玄门门主突破仙境了！玄门所有弟子都将下山迎接门主。好，我这就准备，一定给门主举办一场空前的盛宴，昭告天下，让万臣朝拜。妈，什么门主？什么真仙之境？吴天师说，玄门门主又突破了，2日后将举办玄门宴，昭告天下。而这次宴会，玄门让我们来操办。什么？咱们居然能为玄门办事？那咱们暗脉傅家，岂不是要一飞冲天，成为大夏1等1的豪门？开快点！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傅彦辰那奄奄一息的短命鬼样。傅老夫人，你们别伤心了。彦辰哥哥怎么说也是我以前的心仪之人，就算他不在了，以后你们也可以把我当做你们的亲孙女，我会把你当做我亲奶奶一样对待的。你给我住嘴！你再敢胡说，小心我打烂你的嘴！对不起，傅老夫人，我不是故意要这么说的，只是不想看到你这么不开心而已。这一切都是那个秦婉意搞的鬼，我们秦家一定跟傅家一条心，绝对不会放过那个贱人的。婉宁，够了！你没看见老夫人已经这么伤心了，你还要再提？你是真的想害死婉意吗？妈，你以前从来不会这么凶我的。傅老夫人，听闻你吃斋慈悲，我母家有一尊南海碧玉观音，我已经让人在送往的路上，还望老夫人网开一面，饶婉意一命。妈，你疯了吗？那可是外祖父家的传家宝，你竟然用它去救秦婉意这个杀人凶手！你给我住嘴！妈，从小到大，你都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，现在你竟然为了那个贱人！什么贱人？她是你姐姐，是我的亲生女儿。你口口声声说疼我爱我，现在我总算知道了，就算我再怎么努力，你都不会忘记她是你的亲生女儿。婉宁，妈不是这个意思，妈只是……不管妈什么意思，都改变不了秦婉意伤害彦辰哥哥的事实。秦婉意，你伤害彦辰哥哥，居然还敢下来！婉宁，妈求你了，别再火上浇油了。妈，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，就算她是你的女儿，是我的姐姐，你也不能这么包庇她呀。秦老夫人严惩秦婉意，不必给我们秦家留半点面子。老秦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快想办法，婉意可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啊！你是不是疯了呀？傅家是万门楣呀，这个逆女奸害了傅家少爷，你要我想什么办法呀？秦婉意，你死定了！整个江城谁不知道傅老夫人可是出了名的黑寡妇？
手段比那些三教九流都要狠上3分。你害死了傅彦辰，今天老夫人绝对不可能让你活着走出傅家。老夫人，秦小姐给我点头了，少爷没事了，他没事了。秦小姐，你的大恩大德，傅家人没齿难忘，请受老身一拜。什么？傅老夫人，您气糊涂了是不是？他可是杀害燕辰哥哥的凶手，你居然给他行礼！秦小姐，我听你这话的意思，好像盼着我们少爷出事儿。婉宁，赶快给傅家道歉！我又没说错什么，为什么要道歉？大家都在这看着呢。是他秦婉意伤害燕辰哥哥，现在不仅傅老夫人糊涂了，连陈叔也开始维护他。刚才冯老都说了，燕辰哥哥已经断气了，难不成秦婉意能把断了气的燕辰哥哥救回来不成？婉宁，少爷醒了。真的，燕辰真的醒了。这冯老可是出了名的中医圣手，他说救不活的人，这秦小姐竟然把人救活了。快，我要去看燕辰。老夫人留步，少爷这会儿正在换喜服，他让你们稍等片刻，马上就下来。好啊，秦小姐，你真是我们傅家的大恩人呐！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买通了傅家的管家，跟他一起联合起来骗傅老夫人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这样。傅老夫人，你不要相信他。我昨天就看到陈叔对秦婉意的态度十分不一样，一定是这个狐妹子使用了什么妖法。秦小姐，真是敢当众说我的未婚妻，是当我不存在吗？怎么会这样？秦婉意怎么可能真的把失去心跳的人救活呢？现在我们该来算算你给傅彦辰下毒的这笔账了。姐姐，明明是你自己下的毒，你怎么能再算给我呢？我给傅彦辰下毒，要耗费心力救活他，我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呢？说不定你是为了博取傅家更多的信任呢。小丽，这碗药里被人加了生川乌，而刚刚唯一有机会加料的人是你。既然你那么信赖冯老，不如我们把他叫来看一看，我说的对不对？不错，这里边确实有生川乌的成分。不过昨天秦大小姐并没有抓这味药啊。冯老，不妨有话直说。昨天药童告诉我，秦二小姐却突然抓了很多生川乌。起初我还很疑惑，因为这个药药性极大，我千叮咛万嘱咐，千万不可用药过量。没想到秦二小姐却是拿来用它做害人之用。不是的，我没有，我拿这个药是为了给我母亲保重身体用的。冯老，我没想到你也来这样诬陷我。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问问我妈妈，问问她是不是我给她熬药了。婉宁昨天根本没有给我见过药，所以这一切都是婉宁做的，为了陷害婉意吗？秦夫人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？妈，好痛，救救我！傅老夫人问你话呢，你说话呀！婉宁昨天是不是给你煎药了？如果这事真是他办的，我今天非打断他的手。爸爸是这个家里最疼我的人，他竟然打算和我撇清关系。妈，救救我！你最疼我了是不是？我不想死。婉宁昨晚确实买了生川乌回来给我煎药，药也是我让他买的。秦家这位主母素来贤明在外，最是温善不善撒谎。难道姐姐，你要是不喜欢我，大可以直说，我离开秦家，把秦家千金的身份还给你。可是你不能这样诬陷我。你说你是被诬陷的，那你证明一下，生川乌的粉末是褐色。你说你没有下毒，那你指甲里的粉末是怎么回事？不错，这确实是生川乌粉。大胆！
竟敢谋害我傅家继承人！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给我拖下去，打断他的双手，再送到警察局，让他牢底坐穿。爸，救救我！你不会不管我的，对不对？这个逆女，我们好生的收养你，好吃好喝的对你，没想到你这么歹毒。老夫人，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向大家宣布，她秦婉宁跟我秦家没有任何关系，你想怎么处置她都行。妈，你不会不管我的，对不对？婉宁，妈救我！婉宁，老夫人，只要您能消气，你想怎么处置她就怎么处置她。秦总这见风使舵的本事，今日倒是让我老身开眼了。不过，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秦夫人刚才可是口口声声替他包庇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一个养女没了就没了，你还帮着她欺骗老夫人！你现在赶紧跪下来，给老夫人磕头道歉。傅老夫人，每个母亲都有护犊之情，我母亲也只是被秦婉宁蒙蔽了双眼。秦家以前这么对你，你居然还愿意为秦家求情？我不是为了秦家，只是为我母亲求情。刚刚我被秦婉宁诬陷，所有人都冷眼旁观，就只有我母亲替我说了话，而秦家的其他人与我无关。婉意，我可是你亲爸呀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哦，可我分明记得秦婉宁诬陷我给傅少爷下毒的时候，秦先生跟我撇清关系，可撇得比谁都快。你够了！既然秦小姐发话了，那秦夫人包庇之罪我可以不追究，但是你们秦家包庇养女犯恶，从此以后我们傅家断绝与秦家的一切生意往来。来人，把秦总请出去。傅老夫人，误会啊，误会啊！婉意啊，我们可是你的爸妈呀，你帮忙给说说呀！秦先生，你是健忘吗？刚刚可是你亲口说的，我不是你们秦家的女儿。婉意，爸爸不是这意思啊！婉意，秦总，老夫人已经网开一面，今日是我傅家大少爷的大喜之日，请吧。不要！住手！你没事吧？你是？我们之前在一场慈善晚会上见过，你弹了一曲《楼兰破阵曲》，我为此捐了1000万，你忘了吗？是你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今天是傅燕辰大喜的日子，你们竟然在这公然行凶！二少爷，是这样，秦小姐下毒暗害大少爷，老夫人吩咐我们打断她的手，送到警察局。二少，傅家不就傅燕辰一个独苗吗？怎么还有二少？难道他就是传闻中傅家那支安麦家族的少爷？安麦傅家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这2年的发展趋势甚至远超明迈。我要是能勾搭上他，还需要巴结什么傅燕辰？傅二少，不是的，这一切都是姐姐诬陷我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他们谁也不敢伤害你。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。谢谢傅二少。二少爷，这是老夫人的命令，你不能带他走。你只是傅家的一个奴才，也敢拦我？奴才不能拦你，那我能不能？奶奶，秦小姐才艺双绝，她的手是用来弹琵琶的，你竟然命人打断她的手，你这不是逼她死吗？她给你堂哥下毒的时候，但凡想一点后果，我都不可能这样对她。傅二少，不是这样的，他们冤枉我。奶奶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堂哥本来就没有几天可活了，他怎么可能下毒害一个将死之人？我是不相信秦小姐能做出来这种事儿，我今天一定要带她走。你，谁告诉你我没有多少活头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不是中了噬魂？陈广，噬魂钉乃玄门秘术，这小小的一个傅家，怎么会知道我们玄门的术法？混账！你看看你儿子说的什么话！现在程浩和程安都不在，大房二房应该更团结才对。可我看你们怎么一个个都巴不得燕辰出事呢？妈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呀，那不过是程广已到了成婚的年龄，现在燕辰既已无事，您又何必上纲上线，非要为难一个晚辈呢？如果我说我今天非要处置这个女人呢？奶奶，
2天后，玄门将举办玄门宴，庆祝门主的术法突破真仙之境。玄门将举办此次宴会的殊荣交给了我们二房，到时候将万城朝拜，我们二房也势必成为门主的左膀右臂，一飞冲天。你确定要为了堂哥这个人跟我们整个二房作对吗？玄门，听闻傅家二房一直不和，这傅家大少虽然是商业奇才，但是这身子骨却不怎么好。这2年一直被二房压着，现在这二房又拜了玄门，这以后啊，这长房的日子更不好过喽。傅老夫人，我觉得傅少爷说的不无道理。试问这江城有谁不知道傅家大少命不久矣？这秦小姐毒害少爷根本没有道理啊！就是，这反倒是傅家未过门的少夫人。自从她出现，我们都觉得她牙尖嘴利。要如果真有人毒害傅大少爷，也就是她嫌疑最大。就是，我们都相信啊，这婉宁小姐是被构陷的。就是啊，你们玄门可是连国主都要3跪9叩拜见的门派，这个傅二少竟然能为玄门办事，只要我嫁给他，别说秦婉意，岂不是就连傅老夫人以后见我都得给我鞠躬行礼呀？啊，我的手好痛，会不会我的手以后都废了？别担心，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。傅夫人，这您马上就一飞冲天了，这到时候可不要忘了我们呀！这是我的一份心意啊！这里面是我夫人一不小心装了一张废纸啊！这对偏扣可是我们陆家祖传的极品美玉，希望傅夫人莫嫌弃。夫人，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，望夫人在玄门门主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！为了一个小小的玄门宴，你们竟然能至于此？秦小姐，你要是没有见过世面，你可以出去打听打听玄门是怎样的存在。就是，秦小姐，你少用你的无知显摆你的愚蠢。玄门，放眼整个华夏，就连国主都不能轻易拜祭的存在。就你这样的，别说玄门了，到时候玄门宴连门槛你都进不去。可我若是不去，这玄门宴怕是办不成了。秦小姐说你要不去，这宴就办不成了。你怎么不直接说你就是玄门门主呢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要是玄门门主，我就是秦始皇。妈，从一开始您就觉得大房比我们二房有出息，如今我们二房如日中天，从哪一点看，我们都远远的碾压大房。还有啊，你给燕晨娶个媳妇儿，大话更是说的没边儿。我看呀，您这看人的眼光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好一个如日中天，我看你是翅膀硬了。我看呐，这玄门宴一过，你就要骑到我头上了。以后你也不用再叫我妈了，我高攀不起，给我滚！还有你们，傅家不欢迎你们。妈，你可要考虑清楚了，你真要跟我们二房断绝关系，那如果我们二房以后飞黄腾达了，你们休想沾上半点荣光。老陈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关门送客。请。婉宁，你回来了。我不早就说过，你以后跟秦家没有任何关系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他们是都放这儿吧。极品紫珊瑚、万年灵芝、东海夜明珠、南海琉璃盏，这些都是稀世罕见的珍宝。婉宁，你这些呀，都是傅二少送我的，我已经是他的人。他说送我这些作为诚意，等办完玄门宴就亲自上门来提亲。婉宁，你可是大家闺秀啊，怎么跟别人婚前做这种事情？哎呀，你懂什么呀？你夫人知道里面去。婉宁啊，你说什么玄门宴，什么二少啊？傅家就2房，还能有哪个二少呀？你是说
傅家2房的少爷，傅家暗线未来的继承人，傅成广少爷啊。就是他，他告诉我2日后玄门会大办宴会，到时候玄门门主也会来。婉娘，到时候你可不能忘了秦家呀。不忘，自然是没问题的。不过傅少马上就要来提亲了，这嫁妆要是太少了，我之后在傅家也抬不起头来，根本没有话语权啊。你放心，爸早就说过了，爸绝不偏心。秦家的财产，你和你哥一人1半，到时候啊，爸给你准备个100亿作为嫁妆。这傅家可是玄门门主的左膀右臂，这100亿对他们来说也太少了，最起码得200亿。你说什么？咱们秦家哪有200亿的流动资金？我就算把手里的股份卖成个7七八八，估计也才勉强啊。那就卖股份啊。放肆！万宁，这些年你被我们惯得无法无天了。妈，傅少说明天会拍卖玄门宴的名额，1张请帖起拍价就是100亿，所以我才想多要些陪嫁，想让他带你们一起去。既然爸爸妈妈这么想我，那我还是打电话跟傅少说，算了吧。婉娘，你这说到哪儿的话？不就200亿的嫁妆吗？爸就算砸锅卖铁也要给你凑齐。你等会儿，我一会儿就给助理打电话，让他明天就给你凑齐了。爸，要是太为难的话，爸不为难，爸现在就给助理打电话，让他卖股票。老秦，变卖股份事关公司。哎呀，你懂什么呀？一边去！如果能结识玄门门主，这个公司算个屁呀！如今我已功法大成，是时候该离开傅家了。秦小姐，请留步。天色这么晚了，秦小姐要去哪里？需不需要让人备车？不必了，我想去找老夫人辞行。秦小姐是要离开吗？老夫人在哪儿？也是，老夫人说过，秦小姐并非凡人，我们少爷配不上她。老夫人和少爷正在书房，我现在就带你过去。燕晨，明日玄门宴的拍卖名额，不管你花费多大代价，一定要拍下一份名额。竟然有人敢拿玄门宴的名额拍卖，这个人是活够了。秦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原本是打算来辞行的，正好听到你们说玄门宴的名额拍卖，我就好奇是什么样的人如此有商业头脑，这都敢拿来拍卖。老身也是听说，只知道到时候名额会在汇丰楼拍卖，具体拍卖东家，老身也不得知。秦小姐，刚刚你说要辞行，你这是要走吗？玄门宴如此大的排场，我也想去看看。既然秦小姐都这么说了，那你明天跟燕晨一起去拍卖会吧。我倒要看看是谁打着玄门的旗号敛财。下面我们开始拍卖玄门宴外场请帖，第1张起拍价100亿。我出200亿，我出300亿，800亿。陆老爷子，这可只是一张外场的请帖呀，能不能见到玄门门主都另说呢。咱200、300亿玩玩得了，你这何必一口气喊上800亿啊？你懂个屁呀！谁不知道港城首富80岁就得了癌症，每年豪揽1000亿，只求玄门门主见一面给他续命，硬生生让他活到了108岁。800亿能买一个保命的机会，你们说值不值？800亿第1次，800亿第2次，800亿第3次。恭喜陆总拍下玄门宴请帖。傅少，光是这1张玄门宴的请帖就能卖出800亿，那这一场玄门宴下来，傅家岂不是能赚几万亿？几万亿算什么？明日之后，我傅家便可一飞冲天，大厦第1豪门非我傅家莫属。到时候我岂不就是第1豪门的少夫人了？天师，这是贝伊可56号的高息霸，您品品，到位不？到位，确实到位。那这明日的玄门宴，不知天师可否带我儿程广进入内场，引见门主？门主，岂是你这种凡人想见就能见？亵渎天野，你可知该当何罪？不敢，不敢。哟，傅少爷，不好意思，今儿这地儿你可不能进去。这原本就是我们傅家的产业，我为什么不能进去？傅少爷，咱谁都知道，
这江城啊要变天了。这汇丰楼是傅家的产业，但它不是你的呀，是我们二爷的产业。我们二爷交代了，这汇丰楼打今儿起是傅家长房于狗，他不得入内。如果我们非得要进呢？那就不好意思了。秦小姐，有我在，别怕。动手啊！这傅家二房还真是阴险，正面打不过，就玩下三滥的偷袭。你使什么妖法？你不需要知道，你只要知道，今天这汇丰楼我们是非进不可了。臭娘们儿，口气还挺大，愣着干什么？起来，起来干他！不自量力！怎么听到好像是大门被撞碎的声音啊？这不会是有人敢来汇丰楼闹事吧？各位，稍安勿躁，拍卖继续，我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堂哥，你可知道今天汇丰楼邀请的都是什么样的大人物？你竟敢在这儿闹事儿！顶多来个玄门山外弟子，能有什么大人物？你竟敢侮辱天师！你找死！姐姐，玄门莫说是山外弟子，哪怕是最下层的徒子徒孙，在江城都是高不可攀的存在。你若是现在跪地求饶，可能二少还会留你一个全尸。雕虫小技也好意思在这里班门弄斧？你找死！我的手好痛！姐姐，你疯了！二少的始祖可是玄门中人，你居然敢伤他，不想活了是不是？玄门中人，现在害怕？我告诉你晚了，我命令你现在立马自断手臂，给二少赔不是，否则玄门的人是不会放过你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怕了？玄门多厉害我不知道，但你三番两次在这里挑衅，前2次都让你跑了，这次居然敢直接撞我脸上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傅远尘，你敢再伤害婉宁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整个大房。不好了，有人来咱们这儿闹事儿！岂有此理！竟敢在我汇丰楼闹事，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。那个女人，她好像会点妖术。会点妖术，再厉害的妖术，在我们玄门面前，不过是雕虫小技。邢斌，你且下去看看。是师傅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在汇丰楼闹事？难道他不知道这汇丰楼是有玄门罩着的吗？这就是你们说的厉害，连我一招都接不住，废物！秦婉意，你知不知道这位道长是玄门中人？你伤了他，你死定了！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就先收拾你，再收拾这道士。好大的口气！刚刚只不过是你卑鄙偷袭，我没有防备才着了你的道，还真以为自己会了旁门左道，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道长，这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妖术，居然打伤了二少的手臂，你可一定要为二少做主呀！我玄门罩着的人，你也敢动？我看你简直是找死！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玄门9天雷火诀的厉害！这个贱人几次三番让我出城，还让傅家打断了我的右手，今天我要让他死无全尸！堂哥，我还以为你找了个什么样的厉害女人呢，道长只是略微出手，就这样了。堂哥，你带来的妖女就要被烧死了，接下来该算算你砸我汇丰楼伤了我手的账。傅成广，自始至终你烦的人都是我，秦小姐是无辜的，你放了她，我随意处置。我今天就算不放你，
你任凭我处置。来人，给我打断他的手！道长，他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？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我玄门最厉害的9天雷火诀。你也说了是9天雷火诀，你只招得来火，连雷都招不出来吧？拿出来丢人现眼吗？妖女，我乃是玄门无天师的关门弟子，也是你能侮辱的。这怎么可能？你说这9天雷火诀是你的玄门秘法，那我今天就让你来看看什么是真正的9天雷火诀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有玄门的秘法？你别过来！我是什么人，你还没有资格知道。但若是想活命，就如实回答。这场拍卖会是由谁举办的？这场拍卖会是我们玄门举办的。你若敢伤我，玄门绝对不会放过你。玄门根本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敛财。给我说实话。我师父乃是玄门红色法翼天师，他代表的就是整个玄门。也就是说，这场拍卖会是由那个所谓的红色天师举办的喽？你知道红色法翼的天师是什么样的存在吗？你要再不松开我，我师父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倒是想看看你们口中的天师是怎么不放过我。你一身道术，却不匡扶正义，在这里做资本家的保护伞。你这双手再也不配使用道法。贱人！我师父和玄门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疯了，秦婉仪疯了，他居然连玄门的人都不怕。这个时候我要跑了，阿少一定会觉得我是忘恩负义的人。阿少，秦婉仪疯了，我们快跑！妈，你快带天师下来！傅延琛带的那个疯女人，她不仅打了邢道长，她还废了邢道长的双手。什么？说了你多少遍，要淡定，一点点事就大惊小怪。我怎么带你去见门主，去丢我的人呢？不是的，天师，是城广说，那女人的道行不仅在那邢道长之上，还把邢道长的手打断了。这个废物，连一个女人都打不过，我倒要看看她是何方神圣。城广还说，那个女人还会玄门的秘法。会点玄门秘法怎么了？我可是玄门第38代嫡系宗师，她再厉害，能厉害过我不成？可城广说，那个女人会什么雷诀，能召出雷电。你说她能召唤出雷电？城广是这么说的。这9天雷火诀，就连我也只能召唤出第9重天火，起码得是师尊那个级别，才勉强能召唤出雷电。可师尊前段阵子就仙逝了呀，这女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建平师兄，你可是玄门内修为最高的弟子，你说这老祖怎么能把门主之位传给一个女徒弟呢？老祖的决定，也岂是你？不敢，师弟只是替你打抱不平。没有什么打抱不平的，婉仪师妹已经能掐指招天雷，修为甚至远在老祖之上。她做门主，我心服口服。难道她是？天师，你怎么了？快，带我去见她。怎么回事？师父，那个贱人她废了我的双手，你要替我做主，师父。天师，那个妖女不知道使用了什么妖法，我的手到现在还不能动，你一定要杀了她。那竟然敢废了你的手！城广别怕，今天有吴天师在，定会为你讨回公道。伯母，光讨回公道可不够，一定让那个贱人不得好死。要不是刚刚邢道士来得及时，那个贱人就要把城广哥哥给害死了。说够了没有？他现在人呢？他已经走了。他一定是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如天师，所以听到天师下来，他就立马走了。没错，一定是这样。一定是我猜错了。若来的是门主，他肯定知道我用玄门宴敛财的事情，一定早就来处置我了。怎么可能会听见我下来就逃？看来
是我多虑。师傅，那该死的臭娘们，她废了我的双手，我怕是以后再也不能使用道法了。你要替我做主啊，师傅！你这个废物，连一个女人都搞不定，还要本千师替你出手。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？她叫秦婉意。你们都别说话。哈哈，建平师兄有何吩咐啊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一定照做。该死的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个时候来电话。等打完电话，秦婉意都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。秦小姐，咱们都已经跑出来了，他们应该没追，应该不用走这么急吧？谁说我跑这么快？是怕他们追了。快点开车回傅家，傅老夫人出事了。什么？10分钟之内赶不到傅家，你今晚就要为傅老夫人守灵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发生了什么？少爷，刚刚二房来了一群人，逼老夫人交出傅家长家印，老夫人不给，他们就硬抢，还把老夫人推下了楼梯。什么？奶奶，你怎么了？秦小姐，求你救救老夫人吧！傅老夫人待我不薄，我会救她的。你们先出去。秦小姐，老夫人现在怎么样了？暂时没事了，但是玄门讲究守恒因果，我为他续了10年的寿命，就必须有人要用10年的阳寿来还他，才能苏醒。什么？秦小姐，我愿用我10年的阳寿给我奶奶续10年的寿命。我本来就是命里该绝之人，若不是奶奶为我东奔西走，我也活不到这个时候。你们2个人的命都不能换，傅老夫人命中的死劫便是死于亲生骨肉手下，现死劫提前，与我的出现也有关。明日玄门宴，我自会让牵扯因果的人来还。什么？秦小姐，您的意思是明日要用二夫人的阳寿为老夫人续命？可玄门宴少爷没有派下请帖呀，咱们怕是连玄门宴的大门都进不去啊！明日我自会带傅延辰过去。天师，你说的是真的？门主要见我儿，陈广。这么说，门主一定十分器重咱们傅家，真的要一飞冲天了。到时候我一定要让那个废了我手的贱人和傅延辰死无葬身之地。要不是我在门主面前美言，门主又怎么会知道你们是谁？天师放心，我们定不会忘记天师提携的这份恩情。此乃我傅家最重要的传家之宝，还望天师莫要嫌弃。不过这门主到底是如何知道有傅成广这号人呢？婉宁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骚扰电话。傅老夫人查出是我下毒的时候，你撇清关系撇得比谁都快，还想让我带你去参加玄门宴，哼，你们也配？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哎呀，无法接通啊！婉宁为什么不接电话？他不会拿钱跑了吧？怎么可能啊！我们平时待他不薄，要不是我们秦家收养他，他早就饿死了。我估计手机坏了。你最近在傅家还好吧？他们有没有欺负你啊？秦先生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挂了。别！你妹妹啊，原本要带我们参加玄门宴，哎呀，到现在一直电话打不通，我估计电话坏了。你啊，能不能给我发一个玄门宴的地址啊？地址来了。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这玄门宴是我女婿办的，你知道我女婿是谁吗？傅家二房的继承人，傅成广少爷。走！哎，去你的！什么女婿不女婿的？秦小姐根本就没有说过有这号人。
赶紧给我滚啊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老秦，你没事吧？要不我们先回去吧。回什么回啊？老子为了这玄门宴，砸锅卖铁凑到200亿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婉宁忘记交代给他们了。咱们进去找到婉宁，让婉宁和保安说清楚就可以了。秦小姐，那好像是你父母，要管吗？他们识人不清，自食恶果，与我无关。秦小姐和傅少爷果真是郎才女貌啊！婉宁，婉宁，我们的保安非拦着我们不让进来，你赶紧跟副少说一声，我们是你的爸妈呀！该死的，他怎么进来了？婉宁，你爸妈怎么会到这儿来找你？陈广，其实我一直没告诉你，我其实是秦家的养女。这些年他们对我一直很不好，最近知道我攀上了你，更是威胁我说要我带他们参加玄门宴，如果我不从，他们就让我身败名裂。怎么办？我真的没想到他们会来这里。放肆！玄门宴也是秦家的小门小户能进的，你跟了我就是我的女人。放心，我今天一定会让秦家的人给你跪下道歉。敢来我的地盘上闹事，你们是找死吗？来人！哎，副少不是这样的，婉宁说让我们给他凑200亿的陪嫁，就带我们来参加玄门宴。我们不是来闹事的，婉宁，你赶紧跟副少解释解释啊！爸爸，你不是说我跟秦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吗？怎么可能还会给我200亿呀？你不都不认我了吗？求求你放过我吧！你说什么？200亿，在我们傅家眼里连根毛都不如。你说我的女人骗了你200亿，哼，可笑！给我打！婉宁，他可是你爸呀！我们从小到大当眼珠子一样疼你爱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呢？你们从小就虐待我，我早就说过，我跟秦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你们还要这样纠缠我？现在这样，是他咎由自取，给我打断他的双手！住手！秦婉叶，昨天让你跑了，今天你居然还敢出现！你们把他一起给我往死里打！你们这些人怎么都被这个贱人给弄倒了？傅少，这怎么办？哼，怕什么？吴天师跟我妈都在楼上，有本事你今天别跑！妈，你没事吧？婉叶，对不起，爸爸妈妈错了。如果不是我们瞎了眼，偏心眼疼爱这个白眼狼这么多年，现在也不会是这个下场。怎么办呀？你爸流了这么多血，他会不会有事啊？不会，都是皮外伤。我送你们去医院。婉宁，对不起，爸爸。秦先生，我出手不是为了帮你，而是因为我妈。谁敢在我玄门宴上闹事？我看今天谁敢走！我要是说，我今天非要带他们走呢？哼，我玄门设宴，岂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不过本天师一心向善，倒也不是不讲道理之辈。你昨日废了我徒儿一双手，今日我要你们一行人自废双手，倒也不是不可以离开。什么？倘若我要是说不废呢？那就别怪本天师亲自动手了。我倒要看看天师如何动手。放肆！吴天师可是玄门第38代弟子，岂容你在这里诬陷？天师啊，他不过就是仗着自己懂一些医术，会玩一些银针，就在这儿无法无天。我建议啊，我们给他点教训，断了他的手筋和脚筋，看他还敢不敢这样嚣张。婉宁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我们把你养这么大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婉意？你们养我不过是因为秦婉意走丢了，你们把我当成他的替代品而已。今天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让他秦婉意血债血偿。你们秦家人，我一个人都不会放过。你畜生！妈，装什么装？就算你这样，
我也不会放过他秦婉意。道歉，不可能，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这个蠢货道歉的。那你就死！夫人救我！天师，放肆！竟敢在本天师面前动手，找死！婉叶，婉叶，婉叶，婉叶！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，不过我抬手一招，便无反抗之力了。婉宁，妈求求你了，你给天师说说情，让天师开恩，放过婉意吧。他3番5次害我出丑，让我救他，不可能！你这个死老太婆，如果你也想去死，那你就跟他一起好了。妖怪，妖怪啊！有妖怪啊！婉宁，你没事吧？婉宁，天师，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这伏魔钟是玄门至高秘宝吗？这怎么会？妖怪来了！妖怪！妖怪！大师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些人怎么都跟见了鬼一样往外跑？我怎么好像还听到了龙吟？走，去看看。啊！闭嘴！大胆妖女，竟敢毁我玄门秘宝，那就别怪我使用玄门追杀令了！住手！好，大师兄，你终于来了。这个妖女，她不仅辱我，还毁了玄门秘宝降魔钟。大师兄，你快出手，替我杀了她！你刚刚叫她什么？妖女啊！大师兄，她会使用妖术，她还能召唤出龙。这个妖女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妖术，不仅伤了吴天师，昨天还伤了行斌道长的手，今天还敢在玄门宴行凶。您是玄门的大师兄，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你们说是他把行斌的手毁了？没错，就是这个贱人。秦婉意，玄门的人来了，这下你死定了。你还是赶紧跪地磕头。不过你磕头也没用，今天呀，天师来，一定还是会废了你这双手，以后你就不能再用妖术害人了。秦婉意，你死定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打我做什么？你打错人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他才是用妖法害人的那个贱人！敢侮辱我们门主，我看真正想死的人是你才对。对不起，门主，是我们护驾来迟，也是我们失职，竟让吴永龙以下犯上。门主，他竟然是新任门主！我早就该想到的，除了新任的门主，没人可以召唤出天雷和金龙，是我瞎了眼，竟敢在门主面前班门弄斧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他怎么可能是门主呢？一定是你们搞错了，不可能！不是这样的。前2天，我把门主突破真仙之境的消息传达国主，国主便下令在大夏境内，若有人对门主不敬，不用司法，我们玄门可自行处置。吴永龙，念你乃玄门之人，拖下去自裁吧。不，师兄，不要！门主，其他人如何处理？其他人都放了吧。至于傅家，门主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根本无意与您为敌呀。都是这个小贱人，都是这个小贱人勾引我儿成广。门主，你等着，我这就为您出气。二少救我！还敢喊成广？成广快要被你害死了！我今天就要打死你这个小贱人！伯母，不是的，我肚子里可能还怀了二少的孩子。就你这血脉不明的养女，也配怀我傅家的孩子？都去死吧！
救救我！你这个贱人，我才碰你几天，你竟然真的怀孕了！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？你最好给我说清楚！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姐姐，救救我吧！秦婉宁，你现在想起来你作为秦家女儿的身份，是不是有点太晚了？门主，我可是燕晨的二婶啊！您看在燕晨的面子上，能不能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？燕晨，你快求求秦小姐！二婶，你知道吗？你昨天派人去私闯老宅，推奶奶下楼梯。如果秦小姐不在的话，奶奶已经死了。我可以不对傅家做出惩罚，不过昨天我刚给老夫人渡了10年的阳寿，这10年阳寿需要有人来还。谢秦小姐不杀之恩啊！不，谢门主不杀之恩。只要不杀我，我愿还老夫人的10年阳寿。你的寿命刚好剩10年零3天，如今你的因果债还完了，你也可以回家和家人交代后事了。门主不要！我不想这么快死，我愿意替老夫人还10年阳寿，前提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死这么快。门主！哼，你罔顾人伦，甚至侮辱门主，门主不惩戒你们家，就是开恩了。你再纠缠，休怪我无情。拜见门主，恭贺门主突破真仙之境。诸天气荡荡，吾道日兴隆。玄门受众人朝拜，理应悬壶济世，惩恶扬善为本责。往后若门下弟子再假借玄门名义胡作非为，玄门绝不姑息。是。阿姨，秦先生还是像以前一样称呼我全名吧。您突然叫我这么亲切，我有些不习惯。婉意，跟我回秦家吧，妈妈一定好好补偿你。秦夫人，我自小失去两父，没有7情6欲，如今凡尘事了，因果也已了结。你们就当和从前的10几年一样，我从未出现过吧。婉意，我的女儿竟然是玄门门主，我真是有眼无珠。我以前偏对一个养女好，我活该落得今天下场，我对不起婉意，都是爸爸错了，爸爸对不起你啊，婉意。秦小姐，傅先生，我与傅家缘分已尽，感谢傅老夫人多次维护之情。这个符你以后随身携带，可保你一世平安。秦小姐，天人之子，我知道不配沾染，但燕晨也祝愿秦小姐纵有千古，横有八荒，前途似海，来日方长。